娘娘，您难道是失忆了？现在是昭宁3年，您是婉贵人呀。前些日子落水得了风寒，躺了好几日才好。昭宁3年，我竟然重生在3年后。那位前朝太后如何了？娘娘慎言，那位太后的名字已成禁忌。据说她死后被剖开肚子，里面呀竟然有一个孩子。咱们都知道，先帝或年帝不能人道，那孩子八成是她跟哪个野男人生的。昭宁3年，我竟成了秽乱宫闱的污废。老皇帝不能人道，我一生未与他人亲近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小昭，你要的江山如你所愿，我的一世清白，却葬在你登基的圣旨之下。很好，这一世我就靠着你爬上去，再亲手杀了你。3年前朕亲手种下的，如今竟也亭亭如盖。是啊，皇上，老奴听你说过，古人有云：“栽下梧桐树，自有凤凰来。”可惜凤凰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竟长成了这副模样，从前的样子被你藏得一干二净。你算什么皇子？不过是过继来的，就是就是没用的王爷。打他！打他！听说他娘是奴婢，他是贱种。打他！一群废物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萧昭。我记住了，萧昭，你想活下去吗？那就别做宫里最没用的废物。想让别人不欺负你，只有一个法子，权势。昭儿，快快长大，走向那至尊之位，然后放母后出宫。拉钩，一言为定。小昭，是你背叛了我们的誓言。我得想个法子，制造一场偶遇啊，让那狗皇帝快点对我产生兴趣。这当惯了母亲，如今要去当老婆，还真是不太习惯。奴婢不是故意的，还请皇上不要责罚奴婢。来人！奴婢是冤枉的。杀了！哎，谁在那里？皇上，臣妾不是有意窥视，只是恰好路过这里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柔弱，最令男子怜惜。区区数字，我不信这一套拿捏不了你。杀了！皇上，你放过臣妾吧，臣妾无意路过这里，只不过是想与皇上多亲近几番。前些日子臣妾落水，太医说臣妾命不久矣，就想着在临死前能远远地看着你，哪怕看一眼也好。皇上，老奴对他还有一丝印象，自打进宫以来，他便一直住在偏殿。他是婉贵人苏婉清。婉，退下。
多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婉贵人更名苏贵人，以后不可再用婉字。臣妾遵旨。哀家虽然这次没成功，但3日后宫宴上，不信搞不住你的魂儿。皇上，刚才那名勾引您的宫女身份已经查清了，果真是宰相府派来的奸细。胆子愈发的大。那苏贵人，再观察几天，说她也是，格杀勿论。一个落水婢女，身体刚好点儿，就想着爬上龙床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还是咱们贵妃娘娘仪态万千，唯有您能入了皇上的眼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那不是前太后独创的洛神舞吗？疯了吗？那是劲舞。昭儿，这样的舞姿你应该很熟悉。好一个洛神将士！婉儿，你这舞是为朕跳的？自然是为皇上。皇上，要尝尝吗？真是个狐妹子，贱人，竟对皇上如此宠爱。天下的男人果然都是一个德行，都喜欢看美人跳舞啊。这舞是谁教你的？臣妾以前看过前太后跳舞，所以就偷学了。这是禁舞，不可再跳了。
恭送皇上。一个不懂宫规的弃妃，竟敢妄想靠一支舞来博宠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在这深宫里，一只狐妹子可活不了太久。想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也要看妹妹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多谢各位姐姐关心，我有没有本事，咱们拭目以待。你还敢顶嘴？跳舞只是开胃菜，正餐还在后头。昭昭，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，我比谁都……皇上，自您登基3年以来，励精图治，天下见闻，为世人所称颂，却有一事让众人忧虑啊！子嗣未立，朝纲空悬，后宫3年无子，实为国之隐忧。的确，国之长久，在于储君稳固。皇上若能早立储嗣，那是天下之福，万民之福。贵妃娘娘温柔贤淑，深得圣宠，臣斗胆参奏，不如就让其侍寝，也好早日诞下龙子，稳固江山。近日南方水患，朝廷赈灾乏力，皇上如若能纳贵妃为宠，臣便替皇上筹银20万两，以赈灾情。请皇上体察民情，宠幸后宫，安定社稷。朕明白诸位苦心，既然如此，便依你们。皇上，贵妃娘娘已沐浴更衣，静候旨意。是否今晚让她侍寝？皇上，奴才斗胆，私人已逝，就这么冷着后宫，也不是法子啊。皇上，万玉营的牌子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皇上翻牌呢。皇上，您……宰相这些年在朝廷上嚣张跋扈，还妄图用一个女人来牵制朕。那就如他所愿，宠一个女人，但宠谁不归他管。去，找一个无依无靠、无恃无宠的妃子，最好心机浅点，哄一哄就能上榻。今晚就她了。奴才明白。传皇上口谕，今夜由苏贵人侍寝，钦此。谢皇上。娘娘，皇上谢您侍寝，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离开冷宫了？或许是吧。他刚刚登基，此时根基不稳，最忌沉迷女色，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宰相之女，所以我早就知道，他迟早会选我。我假意爱慕，假装莽撞，2次接近，
不过是在他心中埋下一粒种子。他最讨厌的就是被算计，可是却从来避不开我。今夜我要搞皇帝的命！皇上，臣妾真不敢想象能有幸侍寝，臣妾愿意为您奉献一切。是吗？你为何进宫？那年春猎，惊鸿一瞥，从此皇上便住在了臣妾的心里。只愿感君一回顾，使我思君朝与暮。臣妾的心只有您。你觉得朕好骗吗？臣妾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这么说。口口声声说爱慕于朕，眼里却没有半分欢喜。苏贵人，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朕？皇上，臣妾对您的心日月可见，若皇上不屑，大可以将臣妾赐死于此。好，朕就给你个机会，让你证明你是真的爱朕，而非另有所图。皇上，臣妾要如何证明？那就要看看苏贵人的本事了。臣妾愿将自己彻底的交给皇上，以明心计。为何与婉儿如此相似？皇上，夜深了，我们该歇息了。住手！朕命令你跳舞。可皇上明明说过是禁舞。朕要你跳。是。朕多年未曾看过这样的舞蹈，以前只有看到婉儿跳舞才能睡着。皇上，这舞也跳够了，是不是该歇息了？皇上，受死吧！婉宁，婉宁，婉宁，他竟然还记得我的闺中小字。昭儿，你这画技是突飞猛进呐，将你母后的那个神韵呐，抓得入木三分。父皇谬赞，母后乃倾国之姿，儿臣画作不及其万一。婉宁，你当真是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不愧是绝色佳人。婉宁啊，是你母后闺中的小字，夜里
不小字，灯下看美人，别有一番滋味。皇上，臣妾先去谢谢三皇子。哦，好，去吧。多谢三皇子赠画，画得很好。母后过奖。你若把描摹女子的心思用在权谋上，早就登上太子之位。权谋功夫不见长，画技倒是炉火纯青，倒真是把我画得如同洛神一般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从此不肯看洛神。看来你并非忘了我，你的梦里仍有我的名字，但那又如何？你终究还是杀了我，狗皇帝，拿命！你想杀了朕？臣妾不敢。好一个不敢，却敢拿刀指着朕！皇上明鉴，臣妾这么做不过是为了聊表忠心。皇上英明神武，胸中自有丘壑，但无奈周围的权力斗争将您的雄图锁死。宰相一脉权倾朝野，屡屡扰乱朝纲，困住了您的双手。臣妾愿做您最锋利的刀，替您铲除宰相线，替您挡下这场风暴。以女子争宠祸乱朝纲的假象带您出手，您只需要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定能打破这困局。朕要如何信你？因为臣妾知道皇上喜食酸枣，却厌恶蜜饯。皇上心中烦闷难眠，每晚必看经书。皇上每3日必练一次剑，从不假手他人。够了！你如何得知这些事情？宫中无人知晓朕的习惯，除了太后娘娘，对吗？这不许你提他！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臣妾说我爱慕你，您信吗？你说呢？皇上明鉴，臣妾是苏府的小女儿，我父亲苏成远曾是太后娘娘身边最忠诚的侍卫。苏成远？是的，太后娘娘在世时，我父亲受尽恩宠。虽我父亲是一个锦衣卫首领，但是也能保护全族安宁。可自从太后自那以后，宰相费尽心机铲除太后身边旧人，我父亲和全族都家道中落，世道艰难，命运如同浮萍。臣妾入宫，一是为了报答太后娘娘对我家的恩情，二是为了家族能博得一线荣誉。若皇上能够重用臣妾，便是对苏家最大的恩赐。没想到，竟然还有人念着婉儿。你想成为朕的锋利的刀，那也得看看你能否在这深宫之中活下去。滚那边睡去！狗皇帝！喜儿，恭喜娘娘，这些都是皇上送来的，都是宫里难得一见的稀罕物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苏贵人侍寝有功，特加封为苏嫔，赐居碧瑶殿，钦此。谢皇上。恭喜娘娘。娘娘，我们终于要搬出冷宫了，娘娘可真是好福气啊！我们恐怕要惹祸上身。娘娘这是怎么了？皇上这般恩宠，
怎么反倒……后宫3年无人获宠，却让我拔了头筹，好一招捧杀！好大的胆子，苏婉清，你活腻了不成？给贵妃娘娘请安。把苏婉清这个贱人给我绑了！贵妃娘娘不可，我家娘娘刚得了圣宠，你怎么这么欺负人？你这个贱婢，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！苏婉清，你竟敢抢先本宫去给皇上侍寝，在这皇宫之内，皇上最宠爱的是本宫，你简直是不知死活！都说皇上还封你为嫔，你什么出身，什么德行，也配？娘娘恕罪，臣妾知错了。臣妾无强硬的母家可依靠，臣妾想以后依附于娘娘，成为娘娘的人。现在知道错了，强词夺理，捡回一条烂命罢了。娘娘明鉴，臣妾知错了。皇上之所以宠幸臣妾，不过是因为皇上他有隐疾。大胆，竟敢妄议皇上，找死！娘娘，臣妾说的都是真的。皇上他那方面根本就不行。你说什么？娘娘若是不信，臣妾有个东西可以证明。请娘娘明鉴，这便是证明。皇上虽然宠幸臣妾，但从未真正的……皇上之所以不曾召见娘娘，就是怕这个秘密泄露。臣妾不过是个障眼法罢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竟一直蒙在鼓里。臣妾没有半句虚言，只想求得娘娘的庇护，在这后宫能有个依靠。这次姑且饶你一次，本宫定会查明真相。哼！娘娘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。你今日见过万贵妃了？皇上，这……听说你在宫中四处宣扬，说朕不行。臣妾没有。今日之事，朕已有所耳闻。朕到底行不行？皇上，你要干什么？叫。什么？男女情爱之事你不懂吗？至少叫半个时辰，叫得够大声，让所有人都听到。皇上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不是你说要做朕最锋利的刀吗？不是你主动请缨，说要做宠妃，来祸乱视听吗？那就该做好宠妃的样子。臣妾明白了。这声音分明是……
终于结束了，这就是我培养的好儿子，连张床都不愿让我睡。这是我画的巫童。母后，你为什么总喜欢画梧桐？梧桐不与杂木为伍，君子也当如此。洁身自好，不与小人同流合污。母后，为何对这木盒情有独钟？你不懂，这世上有很多东西看似平常，实则另有玄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线，传说有情人各执一段，渴求来世再续。母后还信这种东西吗？我只信今生，不信来世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这个暗口，只有我儿才知道。说，你究竟是谁？皇上，臣妾不知道您在说什么，臣妾只是觉得这盒子做工精巧，随手动了下，没有想到里面藏了东西。你好奇得到巧，这地方3年无人出入，你却能一击即中。臣妾哪敢欺骗皇上，臣妾自幼喜欢器具，只是手痒动了一下，若真的触了皇上的逆鳞，还求皇上恕罪。放肆！谁允许你动他东西的？滚！立刻给朕滚！婉儿，朕拼尽全力争夺这至高无上的位子，不过是存了点私心，让你陪着朕罢了。如今你已经不在了，我得到了一切，却又失去了一切。这是何等荒谬的命运！娘娘，奴婢打听到了，那个苏婉清，她根本就是在骗人。怎么说？昨晚奴婢路过皇上寝宫，听到里面那苏婉清的声音浪荡不堪，整个宫殿都能听见，分明就是得了皇上的宠爱。好你个苏婉清，竟敢如此戏弄本宫！既然你如此不知死活，本宫就成全你。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他似乎在乎我，可又为何要逼死我？或许当年的事情另有隐情，深宫诡谲，我得先活下去，再去查明真相。苏嫔娘娘，贵妃娘娘，请您前去。见过贵妃娘娘，见过各位姐姐。苏婉清，你可知罪？跪下！贵妃娘娘，臣妾不知何罪之。苏婉清，你为了博得皇上的宠爱，岂是因为你有什么过人之处，
而是因为你一直在效仿前朝太后。效仿前朝太后，怎可如此？这可是宫中禁忌。听宫人说，你甚至还偷偷打开了前朝太后的木盒，你这是在亵渎太后。为了争宠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，连太后的私物都敢触碰，真是不要脸！为了获得皇上的宠爱，竟然如此不顾皇家颜面。外界流传说皇上与前朝太后林婉有不正当关系，甚至还有流言说太后肚子里怀的孩子便是皇上的。你这种低贱的手段，早晚会让皇上陷入舆论的漩涡，背负千古骂名。为了争宠，你竟敢不顾太后的颜面！这样的女人怎配在后宫中立足啊？如今后位空悬，宫中众妃皆知，皇上心思难测，我自然要代行皇后职责。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，我便赐死你，以保皇家体面。贵妃娘娘英明，这样的贱人就该死。赐白绫，赐白绫。皇上驾到！恭迎皇上，恭迎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如此嘈杂？回皇上，臣妾正在处理关系到皇上威严的大事。皇上，苏婉清的所作所为已经影响到您的威严，如果您再盲目宠爱她，怕是会被天下人耻笑。这是何意？皇上，这个苏婉清为了博得你的宠爱，竟然刻意效仿前朝太后，甚至还私自打开太后遗留的木盒。如今外界已流传皇上与前朝太后有不正当关系，甚至还有人说太后肚子里怀的孩子是皇上您的。臣妾不忍听到外界有人恶言恶语，所以才想要严惩苏婉清，以保皇上您的颜面。皇上，我和太后素未谋面，何来模仿一说？贵妃娘娘所言不过是想借着国家大义之名除掉我罢了。我很好奇，一位已故的太后，贵妃娘娘为何如此惧怕？难道贵妃娘娘害怕的是一个死人吗？苏婉清，你休要胡说八道！我乃一宫之主，岂会怕一个死人？若贵妃真的关心皇上威严，关心皇家的颜面，又怎能穿如此昂贵的衣裳？我听闻这件锦衣华服价值万金，足够赈济数万子女。贵妃娘娘身上这件凤羽织金袍可是由银丝做成，据我所知，织一线就得数百两银子。以贵妃的阅历，恐怕用不起这么好的料子吧。更何况现在各地均有灾情，灾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贵妃娘娘却如此铺张浪费。皇上，有损您威严的大事，并非太后流言，而是朝廷明面上赈灾，后宫却挥霍无度。放肆！苏婉清，你一个低贱的女人，竟敢质疑本宫！臣妾并非质问，只是后宫乃天下之本，理应以节俭为德，这也是太后娘娘在世时常教导各宫的规矩，臣妾不敢忘。哼，太后，你也配提她？贵妃娘娘贵为后宫之首，自然最知太后当年立训公制，曾有衣不过袖，宴不及凡的说法。娘娘这般铺张浪费，怎么能像太后娘娘一般统领后宫呢？这恐怕难以服众。她只是一个出身低微的贱人，我乃世家嫡女，素来以清白自持。她那等私通外男、声名狼藉的贱人，也配与本宫相提并论。魏莹，
太后教导朕，明事理，懂仁政。他一生节俭，从不铺张浪费，就连自己的寿宴都要捐出去赈济灾民。你竟如此侮辱他！皇上，臣妾并非此意。辱骂太后，罪不容诛。你身为一宫之主，不思为国为民，只知铺张浪费，现在还出言不逊。从今日起，降为妃，移出坤宁宫。皇上恕罪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真的知道错了。朕做的决定不会改变。李公公，是皇上。立刻执行。皇上，贵妃娘娘也只是一时失言，罪不至此，还请皇上念在贵妃服侍多年的情分上，从轻发落。万大人，朕已经褫夺了她贵妃名号。啊！万大人，你身为宰相，统领6部，却对后宫之事如此熟悉，那朕倒要问问你，这些年户部的银子都去哪儿了？户部的账上写着修宫桥、建粮仓，可这亲眼所见，这些地方都已经荒废了很久。万大人，这些银子到底去了何处？回皇上，这些银子臣借调用于紧急之事。紧急之事？用国库的银子给女儿买华服，这也是你口中的紧急之事？朕还查出来，这些年你借调国库的银子，表面上用于国事，实则大多流入万妃之手。即日起，应还所有借调银两，用作赈灾之需。另外，罢免宰相掌控户部的权力。皇上，你果真要如此吗？将军，以徐之害。若朕不整顿朝纲，国将不国呀！众爱卿，你们说是不是？皇上英明。参见皇上。皇上顺利收回户部，可还满意臣妾送的惊喜吗？昭儿，皇上允你来御书房读书，还满意母后送你的惊喜吗？世间怎会有如此相像之人？除非……昭宁，昭宁，婉宁，婉宁，婉宁，宁子是我的闺中小子，如今只有萧昭一人知道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字写得很好，看得有些入神。只不过是朕的国号罢了，爱妃却表现得如此失态，难道是有事瞒着朕？臣妾哪敢欺骗陛下？昭宁寓意很好，昭者光明也，宁者安宁也。皇上取此国号，定是心系天下百姓，想要盛世太平，江山永固。若朕说不是呢？若朕说不是呢？昭为萧昭，也就是朕，而宁或许也代表一个人呢。臣妾
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。你看，昭者光明普照天下，万里江山都能照遍，却终究照不到您。昭与您天人永隔。皇上说的这些话，臣妾实在听不懂。臣妾只是个浅薄女子，怎能揣测到陛下的心思？既然如此，朕带你看样东西。还记得他吗？看到这幅画像，为何表现得如此震惊？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皇上的书房会挂着这么大的一幅画。你认得的？自然，前朝太后，太后的模样，天下皆知。天下皆知。太后生前隐于深宫，画像不过寥寥几张，又何谈皆知？就算是朝中大臣，也未必能如此确定地认出她的模样。苏婉清，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？臣妾只是听闻喜儿说过太后的容貌，自然。你方才的神情分明就是旧事重逢。朕还记得那天你看到雕花木和机关的反应，也证明并非第一次见。苏婉清，你究竟是谁？怎么知道太后那么多秘密？臣妾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。朕听说坊间有个灵异现象，可以将往生之人附着于活人身上，被附身的人性情大变，行为举止就像另一个人。你不是苏婉清，至少你不是那个从小被教养在闺阁的苏家嫡女。那个苏婉清怯懦谨慎，绝不会在众妃面前寸步不让，更不会敢对朕挥刀相向。告诉朕，你究竟是谁？你是苏婉清，还是林婉？皇上，臣的确不是曾经那个唯唯诺诺的苏家女，但也不是您想象中的那个人。那你为何变得如此不同？入宫前，苏家遭遇大变，家道中落，曾经养在身边的嫡女也不得不独自面对这残酷的世界。人在逆境中自然会成长。太后娘娘的事，臣妾只是从宫中听闻老人说了一二。至于容貌，您别忘了，所有人都说臣妾和太后娘娘有几分相似。原来如此，朕想多了。不过，你确实让朕刮目相看。万玉莹的事情，你处理得很好，你是把好刀。朕接下去会重用你。皇上，此言何意？接下来，朕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。宫廷要摆端午宴，为画像中的女子证明。证明？她一生清白，死后却遭受污名，朕要为她洗清污名，宣告天下。皇上想要怎么做？朕因为你与太后有几分相似，朕要你扮演她，为她证明清白。这如何行得通？你只需按朕所说的做就行了。嚣张，为何要替我洗清污名？不过，我也正有此意。若臣妾助皇上做成此事，未来皇上可否答应臣妾一件事？什么事？现在还不能说，但绝对不会危害皇上和江山。好，朕应允你，不过你得保密。
不可走漏风声。臣妾告退。岂有此理！咱们万家一心一意地辅佐他萧昭登上皇位，他竟想卸磨杀驴！父亲，这个萧昭从来都没有正眼对待过我，他给我的所谓的宠爱都是假的。如今，他更是把我贬为妃子，移驻坤宁宫。他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不再需要咱们万家了。大人，这是刚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，请您过目。什么？他要在端午节替前朝太后平反？什么？父亲，那当年处死太后的圣旨……闭嘴！此事不可再提。他是想假借前朝太后之事来做文章，以此来打压咱们万家。此事万不可让他得逞。父亲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不仁，咱们就不义。只要咱们断了他的羽翼，他就翻不出什么浪花了。端午灯谜会就要开始，今年的谜语可真多，皇上还亲自出了好几道灯谜呢。既然皇上亲自出灯谜，臣妾定要猜上一猜。心随月缺难圆满，愁似水流3点寒。闲来困顿难抚慰，孤舟未渡星河断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臣妾猜，这谜底应该是思念。皇上一定是在思念深宫中的某位佳人吧？错了。既然臣妾猜不出来，不如就让苏嫔来猜吧。苏嫔深得皇上的恩宠，一定能知道皇上的心思。怎么，苏嫔，你是猜不到吗？谜底是汉字。为何？心随月缺难圆满，这句心是竖心旁，愁似水流3点寒，这句3点寒可为3点水。那这又跟谜底有什么关系？闲来困顿难抚慰，闲字正是汉字右边的一部分。孤舟欲渡星河断，无一字说汉，却字字是遗憾。说得好。昭儿，你在遗憾什么？是遗憾端坐高堂，却高不胜寒，还是遗憾与我天人有隔？宰相大人到！坐坐坐！呀，皇上，哎呀，微臣政务繁忙，有事儿来晚了，来得匆忙，未曾备料，皇上不会怪罪臣吧？娘娘，皇上有令，让奴才带您去偏殿做准备。苏嫔娘娘，皇上吩咐奴才带您走这条路，以免被人察觉。你不是皇上的人，
我要回去。朕今日设此端午宴，是为了与诸位同乐。万大人能够到来，朕深感欣慰。坐吧。谢谢皇上。皇上，你今日出的谜语，那可真是精妙啊！微臣也许久没有见过如此有趣的盛会。谜语之趣，在于一语双关。有些谜底啊，看似浅显，实则深藏玄机。皇上所言甚是。然而，今天除了猜谜，朕还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表演。传朕旨意，请巫师入殿。宣巫师入殿。皇上，端午佳节请巫入宫，恐有不妥呀？朕近日觉得宫中这个阴气过重，今日端午正好借此机会，彻底清除宫中污秽之气。巫师，开始吧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驱邪除祟，神灵降世。有冤，大冤，血海深仇未报啊！巫师，你所言之冤，具体是何人、何事？冤魂已至，今日他要亲自报这血海深仇。难道真有鬼魅现身？是。小昭，你敢算计我？今日这出大戏，我定让你颜面尽失，众叛亲离。皇上，今日本该是欢庆的节日，您却执意行鬼神之事，这不仅有违宫规祖制，更是对先祖的不敬。依臣看，这个巫师就是个江湖骗子，何来的鬼魂诉苦呢？万大人，朕清除邪气有何不可？若真有冤屈，巫师所言岂能无视？既然冤主都没有现身，那这个巫师就是满嘴胡言，就应该受到处置。来人，把这个巫师给我拉下去！且慢。不可能！我明明派人将他困在偏殿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这女人居然没死，该死！她至少翻天。你是宰相派来的？你怎知？苏嫔妃，陛下早已洞察宫中危机，特派我等来保护你。太后遗物已备好，请随我速去准备。这气势，这仪态，这简直就是欠太后转世啊！莫非真是太后借苏嫔之身归来清算？满朝文武跪迎哀家，尔等为何还站着？万大人，你刚才说朕所行鬼神之事有违祖制，那么眼前这位你可认得？好一个借尸还魂呐！苏嫔，你装神弄鬼，莫非是想借先太后之名来行不轨之事吗？万大人，哀家生前对你多有提醒，如今你竟敢对哀家如此无礼，
哀家在世时，可曾受过如此屈辱？胡说！苏嫔，你就是个宫女出身的嫔妃，何来提携我之说呢？哀家乃一国之母，死后却遭人如此污蔑，说我与人私通，怀有身孕。我林氏一生清白，为这大景国尽心尽力，死后却落得个乱臣贼子的骂名。一国之母尚且如此被污蔑，这大景国离亡国之日不远了。莫非太后没有怀孕？放肆！苏嫔，你不要造谣生事，这是要诛九族的大罪。万大人，你还记得先皇临终前，哀家在龙床前对你说了什么吗？太后娘娘说，哀家说，宰辅为国之重，轻则国轻。婉清，你须记住先皇托付，辅佐新君，切勿因私废公。哀家说这话时，殿内只有你我二人。胡说，这些都是你编造的。这事他怎么知道？万大人，若非先太后还魂，旁人如何得知此事？哎呀，她就是太后，太后显灵了！臣等恭迎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哀家忠心为国，死后却遭此污蔑，真相迟早大白。荒谬！不是明显是在妖言惑众，蛊惑人心呐！皇上，苏嫔一个宫女出身的嫔妃，如何能知道这些事情呢？这明显是这个巫师提前告诉了他。草民只是引魂引魄之人，冤魂自现，草民不敢妄言啊。是否妖言惑众，一查便知。若当真是巫师所言，先太后清白受辱，朕必严查到底，严惩幕后黑手。不可能，绝不能让萧昭查到真相。当年的事一旦暴露，我万家满门都将被株连呢。万大人啊，可还有异议？臣遵旨。3年隐忍，只为晋昭。婉儿，自你去后，我便立誓要掀翻这朝堂弃局。接下来为你证明，这是我夺回权柄第一步。属于你的，我终将为你夺回；害你的人，我必将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帮朕的人，竟与你有几分相似，这或许就是天意。今日宴会到此为止，诸位退下吧。臣告退。李公公，把苏嫔送到寝宫。是。等等，你退下吧。心随月缺难圆满，愁似水流3点寒。闲来困顿难抚慰，孤舟欲渡星河断。憾，遗憾，你到底在遗憾什么？是心里有愧，所以才想着为我证明清白，还是前世今生，你我之间不过是一场憾事罢了。心字已成灰，难记旧诗书。
叫他走。恭喜皇上，今日巧妙设局，终于是可以重审太后冤案。想必用不了多久，太后的冤情便可昭雪。宰相处事谨慎，想抛出血淋淋的真相，恐怕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老奴担心的是，宰相知道事情败露，必定会反扑。苏嫔娘娘模样神色太后，言谈举止又知晓恭维旧事，宰相定会对她。苏婉清本就是朕的一枚棋子，本就是为引蛇出洞而生，说她因此丧命，也算是物尽其用啊。皇上，心字已成灰，难记旧时书。冷月知君意，何苦忆当初。皇上，这字迹，这笔法，和婉儿一模一样。这谁提的诗？回皇上，刚才只有苏嫔娘娘来过这里。苏嫔娘娘？难道苏嫔就是不好？婉儿有难。陛下，不可呀！夜闯宰相府，必会落人口舌。你这么冲动，这几年的谋划，岂不功亏一篑吗？朕曾经错失过救她的机会，以致终身遗憾。如今，朕不能再错第二次。皇上，这个狐媚妖女，竟敢妄想冒充太后，皇上的心都被你迷了去。今日，我一定让你尝尽苦头。娘娘，为什么会这么着急的置我于死地？莫非你心虚了？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自言？大事不好了，娘娘！皇上带人夜闯相府，宰相大人让娘娘在此密室躲避，不可妄动啊！什么？哎呀，微臣参见皇上。不知皇上深夜来访，所为何事啊？万大人，皇上接到密报，有贼人夜闯宫闱，遇到国玺，巡防兵一路追到宰相府，贼人不见了。万大人，事关国之大义，咱家劝你莫要阻拦。哎呀，皇上，臣府呢虽为朝臣私邸，却也是天子重臣，岂能说查就查？开府！这。婉儿，别怕，朕来救你了。皇上，臣妾只是……若他有半分差池，便让你陪葬。哎呦，皇上，救娘娘要紧。婉儿，我们走。皇上夜闯相府，伤过门人，抢走囚犯，未免也太过跋扈了。现在想走，要问问臣的意思。你可以试试。皇上，臣当年不惜冒险助您登基，才有您今日的皇位。现在你为了区区一个女人，不惜跟臣翻脸，莫非你真要做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之人？可曾想过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吗？朕若连女人都护不得，又岂能护住这江山？若你想翻旧账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朕随时奉陪。小昭，你真的是翅膀硬了。现在可如何是好？让苏婉清活着回宫，我们岂非……本相想杀之人，没人能逃得过。苏婉清，
必死无疑。母后，是你，对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原来你那时就已经回来了。朕从未想过会有如此好事发生在朕身上。母后，你明明早就回来了，为什么不肯与我相认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曾经事事护着我，如今却举刀刺向我，是不是错以为当初是我下令害死你的？心子已成灰，难记旧时书。冷月知君意，何苦忆当初？母后，可我就是忘不掉，忘不掉。母后，天亮了，儿臣去给你做一碗酥梨桂花粥，好不好？好，记得多放些桂花。你果然是朕的婉儿。多谢皇上救命之恩，臣妾说糊涂了，还请皇上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你好生歇着，朕去给你做一碗酥梨桂花粥。刚才萧昭的举动，难道已经发现了？不可能！还好我反应快，遮掩了身份，没有暴露。你们不能进去，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谁？你们竟敢私闯寝宫，意欲何为？苏氏冒犯朝纲，扰乱国乐，岂还自有公论？带走！住手！此事必须禀告皇上。走，走。皇上，不好了！宰相的人把娘娘带走了。李公公，奴才在。蛰伏3年，不拘一城。今日，我就让他知道他是谁的逆鳞。万大人，你集结众人于此，又绑了朕的妃子，该如何解释？皇上，此女擅着前朝服饰，妄称太后显灵，又惑弄巫术于宫中，扰乱天心。臣奏请以祭天之礼烧其躯骨，以正前纲，请皇上明断，除邪退岁，还宗亲情禀。皇上，苏婉清自称太后显灵，也是妖言惑主，若不立威处决，宫廷何存体统？请皇上明断，请诛妖女，请祭天以正神威。陛下，吉时已到。果然，还是一样。两世为人，我终究
这是你用完即弃的一枚棋子。慢着！皇上，事已至此，莫非您真要为一妖女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吗？宰相此言差矣，朕何曾说过要保她？只是查清太后冤情一事，已有了眉目。在一切查明之前，朕不能让她死。皇上，正人已在殿外候命。宣杜文上殿。微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你不是已经……宰相大人，我们是有许多年未见。老臣杜文曾任太医院副使，当年曾奉旨意为太后娘娘验尸。验尸？胡言乱语！杜文已死，又怎会站在此处？宰相大人说的不错。当年太后娘娘尸身传言初起，臣奉旨为太后娘娘秘密验身，数人参与查验，不日皆服毒身亡。老臣侥幸解命，在乱葬岗苏醒，自知有人不容，便隐姓埋名，苟活至今。那日诊后，臣偷偷为太后娘娘私藏一份尸检小稿。太后娘娘薨逝时，凤体仍存手工纱，乃是完璧之身。完璧之身？太后还是完璧之身啊！作假呀！那这……此人身份未明，口说无凭，谁又能信呢？更何况他说的是真是假，谁又能知道呢？皇上。第二位证人已在殿外候命。宣，陈姑姑上殿。陈姑姑不是？拜见皇上。平身。老奴进士房陈姑，负责记载后宫寝册之事，已有20余年。此为先帝在位27年的起居寝册，详细记载每夜临幸之人，皆有笔录。唯有太后娘娘自册封之日起至薨逝之前，寝册无一日有圆房之迹。老身是以性命担保，此为实录，万字无期。宰相大人，这难不成是太后娘娘18岁入宫，先皇年迈无嗣，龙体濒危，朝中纷乱。当时钦天监奉命推演国律，指称若得沉水木旺之女入主中宫，可延王朝气运20年。娘娘生辰正合8字，命得清正，才德具备，是为了国誉而被册封，实乃王朝的定海神针。此事太医院亿万闻，太后娘娘在宫中之时，确有诸多异象。每逢她主持节庆，年年风调雨顺，凡她所献诏书，多被采纳施行，百姓无不称颂。太后为人温和持正，老臣亦有多面之缘。当年西北大旱，还是太后开营资捐，才救了10万灾民。诸位，老臣既至，便不敢隐瞒最后一事。当初太后娘娘薨逝之时，表面看是绞索之命，但老臣在验体之时，发现娘娘体内有微量黑血斑，并伴有脉络凝滞之象。此非勒毙之症，乃是中毒。中毒？这不是被勒死？是谁向我流说心如墨？是谁婉儿，朕来了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朕，看看朕。婉儿，婉儿，不，婉儿，婉儿，
朕从来不信鬼神之说，但此刻朕无比感谢上天竟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一次弥补你的机会。启禀皇上，臣斗胆问一句：太后并未圆房，那圣旨为何仍令太后殉葬？当年传言先帝确实藏有一封圣旨，但所谓殉葬圣旨是宰相一人呈于朕前，宫中无人佐证，朕亦无法当场查验真伪。更何况，宰相未经朕同意，以此诏强行殉葬，皆是先斩后奏。如此行事，圣旨是真是假，又有谁能分辨？原来当初并非萧昭下旨，可真相究竟是什么？太后为一国之母，竟含冤而死，此等乱政之事，朕必彻查到底，定要将那幕后真凶一一挖出，正朝纲国威。皇上英明。皇上英明。宣苏嫔觐见。参见皇上。苏嫔揭发旧案，协助皇上查清太后冤情，功不可没。今召请入殿，亲自见证太后冤名得以昭雪。经查实，先朝皇后林婉并非失德，实为奸臣构陷，致其凤仪蒙羞。今赐昭雪，追封为真敬皇后，赐玉玺，准入太宗陵，入皇家列坟，洗清冤名，昭雪林婉。诏曰者，萧诏。婉儿，他日史书一册，你我同列其上，便是我与你的婚书。太后含冤3载，今得昭雪，亦多亏苏嫔协助清查，揭露真相，平定朝议。其人德行端肃，勇健无惧，朕意封为皇后。奉旨，择日册封苏嫔为皇后。且慢，皇上此举过于仓促，后位乃国之根本，臣请皇上慎重考虑。万大人，那日祭台事情尚未查清，你却急不可耐地下令命人点火，如此迫切，莫非太后的死与你有关？臣也是依国法行事，妖言惑众，本就当诛。况且太后之死，臣根本就没有参与，皇上想要怪罪于臣，臣无话可说。但你既不敢承认，却又步步教唆群臣，今日若非朕力保，苏嫔便命丧祭台。传旨，罢免宰相中书令之位，革其相印，并耻万贵妃之封，贬为才人。皇上不能因一言不合就罢了臣的相位，伤天下寒士之心。诸位同僚，今日我若落败，明日，恐怕会轮到你们。皇上，你真的要一意孤行，毁我万家100年忠勋不成？朕今日所行，皆为社稷清明。万大人，交出相印吧。皇上英明，还太后清白，社稷之幸。皇上英明，太后之冤如山如海，娘娘千古流芳。
娘娘，啊不，现在要叫您皇后娘娘了。奴婢就知道您迟早风云天下，如今连皇上都替您出头。赐咱们这梧桐宫，这可是宫中最大的宫殿了。梧桐虽好，却是枷锁。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上翻了您的牌子，今夜由您侍寝。我这是要给儿子侍寝了。皇上驾到！见到朕，竟也不迎。皇上，臣妾正巧缝了癸水，腰疼的动不了。今晚恐怕招待不周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朕可是问过了敬事房了，你月信在3日前便已尽了。皇上连这个都查，说是皇上不信，大不了自己来查。可皇帝应该讨厌我吧？应该不会屈尊碰我。那朕恭敬不如从命。皇上，你不会真的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说让朕检查的吗？言而有信，才不失体统。第一层，他应该就只做爸爸。肩骨受削，气血平稳，看来你不疼。他不会真的要？他尚不知情，未知晓他身份。若此时趁人之危，恐怕于理不合。但合欢之夜，良辰美景，若能趁此生米煮成熟饭，他这辈子再也逃不掉。第三层，不会真的？朕今晚想要你。皇上还记得吗？你曾答应过臣妾一件事。你要朕记得的是哪一件事？皇上曾亲口承诺，只要臣妾助你洗清太后冤屈，便答应臣妾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放臣妾出宫。现在不行，宰相一党尚未彻底清楚。若是你走，那就彻底暴露于案件之下。朕不能冒这个险。也罢，等你除了宰相，再放我走也不迟。皇上，您不是放我出宫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本来就是朕的床，皇后若嫌挤的话，大可下去让朕独睡。不想朕动你的话，就乖乖睡觉。婉儿，你还是想离开？母后，你醒了。你叫什么？皇后，朕喊错了。别动！你昨夜磨牙，把我吵醒了3次。谁磨牙？别乱说。你梦里喊我，
叫我别走。那我应该是做噩梦了。噩梦也好，真心也罢，我都听进去了。你欠我一个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你既然想离开，为何还要在梦中拉住我？臣妾先去洗漱了，皇上自便。娘娘今日可真是好看，今日凤冠加身，居中宫之位，统6宫之权，我们也跟着沾光呢。可这中宫也是牢笼，牢笼，穿的是凤袍，住的是梧桐宫。可这凤栖之所，一旦落下，就再也飞不走了。娘娘在说什么？这成为皇后不应该是天大的喜事吗？罢了，梳妆吧。恭贺皇上，恭贺皇后娘娘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氏晚清端方真静，清正可亲，朕甚敬重。今特立为皇后，居中宫，统6宫之宜，享4海之礼，钦此。婉儿，你终究成为了朕的皇后，别怪朕自私，想用这样的方法留下你。父亲，难道真的让这个贱人登上后位吗？哼，不过一时风光罢了。萧昭胆敢辱我，我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异火烧台，乃要挟冲天，这是鬼神的警示，不可封后啊！皇上，此项不详，请慎重行事。昭和大人，天地共鉴，此番异象，恐为不容。这武生的蹊跷，应当查明真相，而非鬼神。更何况，朕立谁为后？不问鬼神，只问本席。哈！朕非去不。皇上，你若一意孤行，罔顾天意，必将不容于天下。皇上，此事明显有人暗中设局。若您此刻一意孤行，会遭来天下人责骂。典礼可以再办，如果毁了您的圣名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罢了，册封改期。皇上圣明。皇上，封后典礼意向之后，北境赤地千里，久旱不雨；江南疫情蔓延，百姓死者过万；西南更有敌军犯边，连破3郡。这怎会如此啊？怎会如此啊？这可如何是好？3灾齐至，实为天地示警，此等事宜必有缘由。皇上，臣本无意多言，但是自从册封苏氏为后以来，灾异不断，实属不祥之兆。皇上慎重决断，废后一平天怒。够了！入帘一纸谣言都能左右国策，这样你们何用？若谁敢妄言半句废后，
斩！臣等遵旨。真的是翅膀硬了，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忤逆我。父亲息怒，如今皇上已执政大权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皇后的封官再尊贵，岂比得过公主之位？既然萧昭不听话，那我就黄袍加身，你自然就是真正的公主了。哈哈哈！父亲不可，如此贸然行事，届时我们就是千夫所指。可不可？你以为这萧昭坐上了龙椅就光明磊落了吗？啊！为父不过是拨乱反正，以正朝纲。必须处过！3日内27道折子，皆却朕废后。皇上息怒，臣子们可能是一时糊涂，奴才这就派人去劝。参见皇上。皇后娘娘，皇上想要堵住这天下悠悠之口，并非难事。您只需做些行动，便能暂时平息了这些流言。怎么，你也想让朕顺了那些大臣的意，废了你这皇后？婉儿，你是不是日日夜夜盼着朕废了你这皇后，好让你得偿所愿，离开朕？皇上误会臣妾了，臣妾所说的行动，并非废后，而是向天下人证明臣妾并非灾祸的根源。你倒说说看，如何证明？皇上可以下旨大赦天下，以仁政安抚灾民，再派御医前往疫区施药。臣妾也可以亲自去寺庙祈福，为皇上解厄。如此一来，谣言不攻自破。朕错怪你了。皇上急火攻心，难免食言，但请皇上不要忘了，你我最开始是盟友。盟友？臣妾告退。皇上，娘娘已经走了。他说朕是盟友。从前，朕不过是想登上皇位，把他留在朕的身边。朕如今是皇帝，也不过是想让她成为皇后，还是想把她留下。朕如今权握朝纲，宰相一党，翻不起什么浪来。朕已经有能力护她周全了，为什么她还想离开？皇上，娘娘或许还不曾知晓您的真心。她说：“冷月知君意，何苦忆当初。”或许朕真的错了。皇上，您唤臣妾来。过来，一起教。3年前，朕亲手种下这棵梧桐树。为何是梧桐？因为朕最爱的女人，最喜欢的便是梧桐。皇上，如今那个女人还在您身边吗？远在天边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许久未与婉儿共饮，今日阳光正好，不如再饮一杯。来，母后，若我登基，你会为了儿臣留下吗？
他安排这场对饮是巧合，还是认出我了？今朝若是同林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婉儿，举杯。婉儿，举杯。皇上怎么这般沉默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皇上，雨开过的花，让酸到说梦话。青丝盘几圈，一岁无爱，一报无尽的后怕。我敬一碗，听时光走马，独行过一瞬悲哀呀。辞去了满山崖与孤沙。皇上用的是少量安心香，无妨。别吵醒他。皇上，是时候了吗？宰相已等了太久，边关战事，城中军队空缺，今天是最好的时机。这一战，胜败未卜，但他不能有失。是。启禀陛下，宰相府起兵，兵锋直逼宫门，西城已破。传朕旨意，迎敌。小赵，你没有机会了。你要清楚，你没有了我，登不上这个皇位，如今也坐不住这个皇位。你比我想象的来的要晚，宰相的兵力可不如从前了。我劝你赶紧投降吧，尚可保你全尸，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小赵，你投降吧，我会让父亲饶你。万大人，现在就论输赢，是不是太早了？婉儿，你若安好，朕便无悔了。娘娘，您醒了。这是哪里？停车！停车！娘娘，皇上命我护您离宫，宰相谋反，京城已乱，不能再回去了。谁让你带我走的？我若走了，他一人如何抵得住这场谋逆？我果然还是在担心他的安危。娘娘，皇上说过您不能出事，他还说只要娘娘活着，他便输得起。娘娘，这是皇上让我转交给您的。婉儿，你这一生最向往的是自由二字。前世我不懂，以爱之名将你困在深宫，终令你香魂沉血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明白，若爱你，便不能困你；若此战我死，便还你天高海阔，自由自在；若我胜，便余生寻你。余生寻。母后，天亮了，儿臣去给你做一碗酥梨桂花粥。凭揭发旧案，协助皇上查清太后冤情，功不可没。今召请入殿，亲自见证太后冤名，得以昭雪。朕今晚想要你。小赵。
早就知道，但走不走，应当我双锁。哎，娘娘不可呀！京中已乱，皇上命老奴。他命你护我周全，那为何他不自己来护？驾！皇上，如今我已兵临城下，还是乖乖的交出传国玉玺，尚有一线生机。玉玺就在这儿，有胆你就过来拿。你们还不赶紧上！啊！一人抗命，我满门皆诛，拿下萧昭狗命！这犹豫什么啊？你们犹豫什么？他根本就不是皇上。3年前先皇口谕传位的是给大太子，他萧昭呢，则是趁着先皇病危，携宫中重兵篡位登基的伪君子。赶紧上！谁杀了他，谁就是立下首功的护国义士。上！住手！谁敢动他？婉儿，你怎么？万大人，你说先皇立的是大皇子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你看看真正的遗诏。太后娘娘在冥冥之中托梦于我，要我将此遗诏送至天下人眼前。遗诏上盖有先皇玉玺，亦有太后血印。圣旨昭告，以昭儿仁孝兼备，胆识过人，堪承社稷，钦定为储君。即日辅国摄政，待先皇归天，成大统位。不可能！此圣旨何正真伪？此遗诏上面还有太后亲笔密文，为防贼人作乱，此遗诏在永安宫的暗匣，此匣机关复杂，为太后亲信之其构造。若非遗物，谁能读？此圣旨上面写着萧昭为储，正统天命。你们要是再敢口口声声说他是篡位，那就是违抗先皇遗命，亵渎江山社稷。你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！你假传圣旨，借殉葬之名弑太后，3年来图谋大位，暗中调兵，扰乱朝局。如今更欲借先皇之名嫁祸陛下，谋取皇权。万大人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胡说！对，他胡说，他胡说，他就是一个妖妇，蛊惑人心。赶紧把这个伪诏给他缴了，拿下皇帝！你们怎么还不动啊？如若抗命，尔等家眷就要陪葬！上！仔细！小昭。为了一个女人，甘愿死在我的手上啊！太可笑了！臣救驾来迟，皇上恕罪。骠骑大将军，你本应镇守北疆，为何擅自来朝啊？末将只效忠于皇上，众将士听令，斩奸臣，护皇上。你竟敢背叛我！军令如山，兵符高于一切。快替本相拿下这个逆贼！拿下这个逆贼！你们随宰相谋反，可知所犯何罪？假传圣旨，谋害太后，调动禁军，兵变谋位。先皇遗诏犹在，圣旨为证，谁是圣主，谁是乱臣，众目昭昭。各位将士，
本宫钦佩你们的忠义。现在放下武器者，本宫一概不追究你的罪责，反倒救驾有功，加官进爵。皇上没有篡位，是我们错了。你们都是我父亲的部下，必须听命于他。你们是不想活命了吗？属下愚昧，差点被奸臣蒙蔽。愿降。愿归顺陛下，请皇上恕罪。皇上恕罪，愿归顺陛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筹谋数载，步步为营，怎么可能败给你这个黄口小儿？这些年，朕韬光养晦，隐忍退让，让你以为朕只是任你摆布的傀儡。你权倾朝野，朝堂之上呼风唤雨，以为天下皆在你掌握之中。但是你却忘了，水满则溢，物极必反。朕放任你控制中枢，去暗中将户部、吏部慢慢回收。你觊觎兵权，朕便放权给你，去暗地收兵。你想立储，朕便放你女儿去贵妃之位；你妄想号令百官，朕就借你一手清除异己，成就朕一人独掌朝局。原来你一直都在捧杀我！你不要忘了，这些都是谁教授的？太后，是他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会与前朝的妖后如此相似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却没给你。我万凤仙纵横办事，没想到最后栽在你们的手里。罢了，今日我是输了。父亲，你醒醒！父亲，你说过我是皇后的，我是皇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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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走。我是皇后！小昭，你怎么了？婉儿，朕这回终于护了你一次。小昭，你别睡，求求你，你不要睡！小昭，皇上龙体已经无恙，好生休养便可痊愈。小昭，朕还活着。你还敢说笑？你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怎能安心出宫去？婉儿，我早知道是你了。我都知道了，你假装的真好，害我处处掩藏。不装怎么行？难道这让天下人知道不喜欢自己的母后？你别再叫我母后了，小昭，你太放肆了！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一幕我想了多久？别再叫我母后了，折煞我了。那朕该叫什么？皇后娘娘、婉清，还是夫人？别叫我夫人，你乱叫。你回来救我，自然是喜欢我的。既然不叫母后，朕今晚便要放肆一回了。婉儿，那封圣旨是真的，还是你伪造的？圣旨真假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结局是你赢了。
看来我的夫人这辈子注定要与狼狈为奸了。如此也算美事一桩，不是吗？古人有云：栽下梧桐树，自有凤凰来。